我要疯了！这外国人和我们旅游的文化差异太大了，旅个游给我折腾完了。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桂林，就是20元人民币上面美景的原址漓江。上船开始，这导游吧，每隔一会儿就会拿个大喇叭跟我们说：“大家请注意，右手边叫大象吸水，左手边叫骏马回眸。”又过一会儿说：“咱们现在右前方就是中外闻名的望夫石。”他们呢听不懂，就极度好奇，就一直问我导游说啥？导游说啥？我说导游说问你这个石头它像一个什么？温迪说它像一个石头，一个石头。我说你看啊，这个石头站着望向远方，因为她的丈夫没回家。温迪说那等他干啥呀？还站着等，他不回来应该也是在外头喝酒呢。我要是这石头，我早把门反锁了。这石头应该叫再见爱人，再见爱人。反正你跟他们说啥像啥，他们都理解不了。这外国人吧，他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他们的景区就是纯景，不附加任何故事和意境。咱们呢正相反，咱从小就背古诗，就得背意境。你写作文要是不用象征拟人排比句，真影响你中考高考得分率啊。但是他们没有，他们的脑回路是直的，可以说只有脑路没有回，没有回。前几天我爸跟温迪讲这个李白的“飞流直下3000尺，疑似银河落九天”，我爸是这么翻译的。Water 哗哗哗哗哗 like stars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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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温迪说：“哦，我的上帝呀，星星都干碎了。李白这是一部灾难片吗？灾难片。”他们虽然不理解异境文化，但是呢还贼好奇，就一直问你问题。我不回答就问我爸，我爸解释了一天每个石头像啥。温迪最后说：“你要是硬逼我说，我最多能承认的像块姜，像块姜。”晚上10点回民宿，还拉着我爸要去天台游泳，游到半夜还得我出来喊所有人现在都回屋刷牙睡觉去。我以前是2孩子的妈，温迪他们仨一来，我觉得我是6个孩子的妈。而且我发现老大温迪最不好带，给我爸整的体力不支，第2天说自己身体抱恙。我去他屋一看，老头啥事没有，喝啤酒呢，就是不想出去被折磨了。我说爸，你休想让我承担这一切，我跟你一样，我可没有他们的体格子。所以最近我在尝试这个奥家宝金萃鱼油，1粒就有1.28克的欧米伽3，超浓缩含量高，还添加了维生素 E， 每天1粒，10项全能守护，很方便，给我这种又得工作又得带孩子，身兼数职下疲惫不堪的中年人打造。后来大胖媳妇来广西找我们了，我跟她说，我说我爸还有导游就费尽心思跟他们解释这些石头像啥，你妈和你妹妹们完全不懂。大胖媳妇就找他妈谈话去了，说你们这样吧，有点折人家面子，你们配合一下，人家说像啥，你们就先说像，完事再自己琢磨。这下好，第2天温迪他们跟我们去溶洞，又是一个凭想象力的地方。温迪他们谨遵教诲，一直在捧场。他们带着一个导游耳机，能说英文，告诉他们哪个石头像啥，他们就一直夸。哦，对呀，好像啊。耳机说面前的石头是个笋，温迪就是啊，多笋呐，多笋呐。但是吧，他们那个耳机有点问题，它慢半拍，是错位的。耳机说面前的是一个孔雀，温迪说：“哎呀，真的好像孔雀呀，太生动了。”其实他们面前的呢是金猴回首，孔雀还没到呢。我说温迪啊，捧场捧得好，但是捧早了。这个是金猴回首 ，Monkey look back。温迪说：“啊，等丈夫猴呢，我懂，旺夫猴，旺夫猴。”哎，这昨天不是西方的万圣节吗？吓人呼啦的。但是吧，我感觉今年国外这个情况呢，好像也不用特意额外花钱制造恐怖气氛了，差不多到量了。所以我吧，不知道别处，伦敦俺家住的地方，节日气氛反正不是很浓郁。但是俺家翟耀达呢，却是特别开心，因为他又看到了老朋友拉斐尔。这拉斐尔呢，是我女儿翟耀达幼儿园最好的玩伴。后来幼儿园的时光转瞬即逝，两人都在奔赴各自学前班路途的滚滚红尘之中，迷失了彼此。相隔数月，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终于在炸鱼薯条店门口转角遇到了思念的那个他。正好呢，拉斐尔他妈回他的老家去了，我回国了。就拉斐尔他爹老拉菲和翟耀达他爹老奥翟2个孤独的灵魂，寻思就都跑俺家一块过鬼节去了。哎，你别说拉斐尔是个小海王，你看人名起多文艺复兴。我是咋认识他的呢？当年我领我姑娘上公园去玩去，完就看着一个面带微笑的这么一个小帅哥就朝俺家走过来了，然后他自信地拉起了我女儿翟耀达的手，就朝不远处他妈妈的方向走去，然后在骄傲与淡然之间吧，就整了个手势告诉他妈，这是我女朋友。当时他妈，哦，我亲爱的小拉菲，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真的是受够了你这一套。然后跟我说，糟蹋的妈妈，我希望你不要介意，这已经是这个月第6个了。哎呀妈，给我逗稀了。从此以后我就特别喜欢这小拉菲。完，他俩昨天晚上呢就都上俺家来玩了一会儿，这小孩圣诞节这装神弄鬼这游戏。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有这种同感哈，就这些年在国外跟这帮外国人过这个万圣节哈，就是咱也理解，就是咱得是就入乡随俗嘛，但是我就完全 get 不到他的嗨点在哪儿。就这个节日，我就回想当年在加拿大跟他一块过这个万圣节哈，我公公60多岁老头提了这个就淌着血的道具手，就老假了，那流窜一晚上自嗨，那家摇哪儿的摇啊，逮谁吓唬谁。
关键被吓唬那个也60多岁了，还坐过大桥，那家俩人一个完另一个。还有呢，往年的伦敦，一到万圣节的晚上，你就看着这些年轻人都给自己画上这个万圣妆容，去参加各种 party。因为万圣节也是变装节嘛，就是你要给自己打扮成一个你想象中的角色。但是说实话，就绝大多数的真是就一点新意也没有。你往那个伦敦地铁上放眼望去，2大排基本都一个造型：凌乱金发护士妹，眼角2滴血色泪。当然了，我理解不了，也有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他们文化中很多细微的东西我还是不够了解。那就像我老公来中国也没少待，但有很多咱们眼中就老简单的事，在他眼中都是个谜。我今天给您讲一个他当年说的一个乐的事啊，我自己觉得老逗了，就算万圣节大酬宾吧。这万圣节它和清明节相似，源头上它不都是关于逝去的人的一个节日吗？然后有一年清明节呢，我老公就跟着俺家人去扫的墓。完扫完墓呢，我们就都到这个扫墓这个统一的地点烧了点纸。完我老公就问我，就是这些烧掉的东西是什么意思？我说就是按照传统呢，我们觉得逝去的人他需要啥，我们就给他烧点啥。哎呀，就是寄托思念呗。以前呢，就大伙都在就是自己家附近找个点儿各自烧。现在讲规矩讲文明嘛，就都要在统一的地点烧。我老公说啊，哎呀，之后很多年呢，人家一直记着这番话。完有一年我跟他俩在铁岭打车，我也忘了去哪儿了，他就往窗外瞅啊，就看见路边的街道上，尤其是靠近十字路口的地方，就是有很多小火炉，火炉后边呢就总会有一个人一边扒苞米一边烤苞米。是东北人都知道，这也算是就是东北一景了。完我老公感叹了，你老说东北人爱吃苞米，刚开始我寻思那爱吃还能有多爱吃，现在我终于信了，人都没了还要苞米呢，这真是跨越时空与红尘的爱呀，是了不得这是。哎，你们知道咱们东北这种酒桌上的哲学式官方语言是怎么给一个外国人带偏的？就当时他回铁岭啊，要办婚礼嘛，那婚礼头2天不是有那种婚前宴请吗？我俩就拿个酒杯挨桌敬酒，然后就来到了一桌这个德高望重的长辈这儿。然后德高望重长辈中呢，有个最德高望重的，他就开始就是讲话了。完我还跟我老公说，我说讲话这人叫韩宝宝，快叫韩宝宝。我老公说，他咋起名叫汉堡包呢？汉堡包呢？然后汉堡包就开始讲话了。我提一句啊，这个彩铃啊，来自这个铁岭。铁岭是喜剧的故乡。这个叫什么来着？这杰米，对，杰米，哎，杰米呢，来自这个加拿大，白求恩的故乡。你们2个人呢，来自这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啊，乃至不同的文化，这个呢是一种缘分。我们希望你们2个人呢，以后的日子里哈，在爱情上啊，在这个事业上，乃至在这个人生的发展上，从不同的角度，哎，这个不同的层面，方方面面的，哎，能够做到一个这个共同的扶持。结果我老公都听困了，问我这汉堡包说啥呢？我说让咱俩好好过。我老公说那他就说了5分钟，就这点内容，那他提白求恩干啥呀？我说白求恩让咱俩好好过。完他就问我说这个汉堡包一直说这个是什么意思？还有这个方方面面的到底他在表达什么？我说这个属于水词儿，它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就是当你对你的稿子啊，你没有那么自信，就是你也准备的可能一般，就是但是你想表达你准备了，你这个气场它是属于就是撑牌面的话。它的作用呢，就其实你啥也没说，但是显示出来呢，就是你就是这个方方面面的说了很多东西。然后2天之后我俩结婚嘛，就办婚礼之前，他背他那个稿背了1个礼拜，因为我妈是就场面人，一定要让他把话就这个方方面面都说全。结果结婚的时候，我走到台中央，他把我接过来了，就到他讲话的时候了，就这点词儿背的就吭哧瘪肚的，哎呦我的妈，老费劲了。本来他都放弃了，兜里有稿，要把这稿从兜里拿出来，要照稿念，稿都已经放在面前了，突然间人家灵机一动，啪稿撇了。面朝着满堂宾客就开始了。今天有这个鱼，有鸡，还有这个肉，希望大家今天能够这个吃好啊，玩好啊，乃至
和好。然后我和彩玲呢，就是这个方方面面的啊，白求恩让俺俩好好过。